在电视剧《西游记》当中，孙悟空大闹天宫的一幕成为了电视剧的一个经典片段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剧中，玉皇大帝虽然坐在最高的位置上，但是当他遇到蛮不讲理的孙悟空的时候，根本不知道要拿他怎么办，所以他高举起手来大喊：快去请如来佛祖。他这句话一出，顿时给人们留下了玉帝的实力不如如来佛祖的印象。但是当如来佛祖赶到，听到孙悟空说出皇帝轮流坐，明年到我家的话后，他非常诧异，问孙悟空：你知道玉帝修炼了多少年，又经历过多少次天劫吗？如来佛祖言下之意是，孙悟空现在道行尚且浅得很，根本没资格肖想玉皇大帝这个位置。那么玉帝到底是什么动物成精，又躲过了多少次天劫呢？修炼1年的玉帝，其实电视剧对于原著来说都有一些改动的部分。在孙悟空大闹天宫的这场戏中，玉帝的实力明显被削弱了。原著之中的玉皇大帝虽然同样喊了如来佛祖前来帮忙，但完全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降服孙悟空，只是因为他低调惯了，不愿意在人前亲自动手罢了。如来赶到之后，听到了孙悟空想要当玉帝的话，只觉得可笑。他告诉孙悟空，他自幼修持，苦力过1750劫，每劫该129600年。按照故事的设定来看，整个3界包括神、人、妖在内，每隔12万年都会归于虚无，然后重新诞生一切。对于玉皇大帝而言，他已经经历过将近2000次这样的重组，并且在这种动荡之中坚持修炼，一直到了今天的地位。将他修炼的时间简单的计算一下，就是用他度过的劫难乘以每一劫经历的年头，所得到的是个令人十分震惊的数字：2亿多年。2亿多年在人类史上是一个什么概念？按照现在人类的历史时间往前推算，2亿多年前正是3叠纪的时代，那是一个居于2叠纪以及侏罗纪中间的一个时代。在3叠纪时期，爬行类的动物开始有了大规模的发展，哺乳动物也开始出现。由于气候等一系列条件的影响，在3叠纪存活下来的几乎都是非常凶猛的大型动物，它们有着非常强烈的攻击性，遵循了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。如果玉帝真的是那个时代的动物成精，那么他自身的实力一定是非常强大。按照玉帝度了1750次劫来推算，他的本体有可能是恐龙的祖先，难怪如来佛祖在孙悟空想要取代玉皇大帝时表现得如此不屑。毕竟孙悟空一个刚成精没多久的猴子，怎么能和2亿年前的远古生物玉皇大帝相提并论呢？如来佛祖都怕。从如来佛祖的话当中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他对玉帝也是敬重有加的，与电视剧中表现出来的玉帝的救星相反。那么如来佛祖为什么会害怕玉帝呢？这就要从2人修炼之路的不同来说起了。不同于玉帝所度的1750次劫难，如来佛祖成神之前只度了1劫，但是就是这一劫就差点要了他的性命。西游记中曾有过这样一个场景，师徒4人在取经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个妖怪，叫做金翅大鹏雕。这个妖怪非常难缠，它的速度比孙悟空还要快，孙悟空的筋斗云在他身上根本发挥不了作用，并且他还能够识破孙悟空的72变，让孙悟空都束手无策。他敌不过这个妖怪，最终选择去往灵山寻求帮助，而也正是因为这次求救，让他知道了这金翅大鹏雕和如来佛祖的关系。在天地上且处于混沌时期之时，如来佛祖也不过初出茅庐，独自在雪山之巅上修炼。而正当他的修炼渐入佳境之时，忽然觉得眼前一黑，咕咚一声进了一个妖怪的肚子里。如来佛祖知道这是自己的劫难到了，这个妖怪的动作非常快，他再不出去的话，方圆100里的活物都快被他给吃完了。如来佛祖顾不得那么多，当即破开了这个妖怪的脊背，从他的身体中破背而出。出来之后，他第一时间举起武器想要报这个仇，却被赶过来的诸佛阻止住了。他饶了这只孔雀一命，让其成为了佛母。而对于孙悟空无可奈何的金翅大鹏雕，如来佛祖曾说，大鹏与他是一母所生，
故此有些轻触。虽然如来佛祖的劫难如此凶险，差一点就没命了，可是和玉帝的1750次渡劫比起来，他的修炼之路仍然算得上是非常简单，所以也难怪连如来都害怕玉帝了。修炼之路漫漫，对于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悟空来说，他不通人情世故，只知道自己实力超群，只有玉皇大帝这个位置才能配得上自己，所以他大言不惭地说出了皇帝轮流当这句话。就连如来佛祖告诉他和玉帝的差距后，他也仍然不在意。但是取经的过程就是成长的过程，孙悟空的取经之路早在他被压在五指山下的那一刻就开始了。这500年的孤独让他想明白了许多事情，其中就包括如来佛祖对他说的那些话。玉皇大帝是远古生物成精，经历了1750次劫难，连如来佛祖都敬他3分，其厉害之处当然不是他一个刚成精的猴子能比的。因此后来的孙悟空学会了谦虚和尊重，对玉皇大帝敬重有加，也不再对其他比他厉害的人不屑一顾。在孙悟空与玉皇大帝的这件事上，我们就学会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做人要低调一些，毕竟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有些人能够身居高位，那定然是有一些过人的本事，在不确定自己实力到底如何的时候，不要去肖想过高的位置，专注自己能力的提高才是最重要的。每个人的成长和修炼都是一条独特的道路，无论是孙悟空的无畏前行，还是玉皇大帝和如来佛祖的深厚修为，都映射出了一个道理：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和挑战，坚持和努力总会有收获。孙悟空的故事从鲁莽的挑战到最终的领悟和成长，展示了一个英雄的成长之路。而玉帝和如来佛祖的故事则让我们明白，背后的每一个成功都是无数次挑战和劫难的积累和超越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也应该保持谦逊和尊重，不断学习和进步，面对挑战不退缩，真是每一次成长的机会，最终达到自己的修炼之道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